多年以来，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在蒙大拿州的这片偏僻的森林里追踪一种难以寻觅的动物。红外相机的拍摄并不能提供确切的证据，甚至连相关专家也无法确定它的踪迹。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研究者们已经开发出了许多监测那些最为神出鬼没的物种的方法。因此，在2018年，这些科学家们从那些显而易见的雪地足迹中提取了相关样本。检测的结果确切地表明，加拿大猞猁的确曾在这片区域内活动。在没有肉眼观测到其出现的情况下，科学家们仍能断定它的存在，归功于环境 DNA， 也就是 eDNA。通过使用 DNA 复合条形码这技术，研究者们可以通过检测从环境中所收集到的样本，进而得知该样本中包含哪些物种，或是近期哪些物种经过此地。世界上遍布着 DNA， 到处都是，在陆地上，在海底，还有云霄之上。多细胞生物的细胞不断地脱落，但是环境 DNA 直到最近方为我们所用。传统的技术无法解析环境的样本，如果样本混合了多种生物的遗传物质。幸运的是 ，DNA 复合条形码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难题。一旦暴露在环境中 ，DNA 会自行开始降解。例如，在海洋中，只需几天时间就降解了。因此，在多数情况下，环境 DNA 对我们了解近期活动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使用 DNA 复合条形码之前，我们需要收集相关环境样本，像是一份核心土壤、一小瓶水、一些排泄物、一个补充器，甚至是来自水质胃里的血液都是很好的样本。研究者接着混合样本，排除里头不是 DNA 的物质，用酶分解细胞中的蛋白质释出 DNA， 将其纯化，最终得到一份包含所有 DNA 样本的汤。接着，科学家们应用聚合酶链式反应，简称 PCR， 使用一种被称为通用引物的人工合成 DNA 链。这些引物会结合不同物种间相似的 DNA 序列，然后扩增出具有物种特异性的基因条形码。高通量测序随即读取数以百万计 DNA 片段的信息，并行运作。最后，研究者们会将这些信息与参考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比较，辨识出有多少已知的存在物种，或是发现了全新的物种。这个方法已帮助我们发现了数以万计的物种。在过去的10几年中，它不仅可以帮助科学家监测像加拿大猞猁这样行踪不定的动物，也帮助科学家识别那些入侵的物种。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研究者用环境 DNA 来追踪和清除入侵的牛蛙。一旦这些两栖动物的踪迹不复存在，它们重新引入一种已濒临绝种的本地物种——加州红腿蛙。该物种在大约50年前从该地区消失了。同样的 ，DNA 复合条形码还能用于监测生物多样性。例如，若是使用传统的方法来对1公顷左右雨林中的所有物种分类，可能会需要耗费长达数十年的时间。但是用来自昆虫诱捕器的 DNA， 仅需几个月就可以收获结果。目前已有一项研究比较临近森林和种植园内昆虫物种的不同，地点在中国云南省内。研究很快发现，不仅种植园内的多样性较差，而且毁林对不同的昆虫种群有着不同的影响。蚱蜢可以在清理过的区域内茁壮成长，而森林甲虫的数量却在逐渐下降。通过使用环境 DNA， 科学家们能够调查复杂的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想要追踪数以千计接近花朵的昆虫几乎不可能，取而代之，研究者可以通过检测留在花和昆虫身上的 DNA， 进而绘制它们授粉的网络图。未有这些技术之前，我们并不清楚有多少夜间授粉活动，因为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如今，科学家已能确定飞蛾种群是十分重要的夜间传粉者。环境 DNA 甚至可以告诉我们关于那些早已灭绝的物种的故事。寒冷、干燥和低氧的环境是保存遗传物质的完美条件。通过深入挖掘北极的永久冻土层，研究人员发现了大约5万年前的 DNA 物质，发现其与具有极高营养价值的植物匹配，是在长毛象胃中发现的植物。通过环境 DNA，
研究者还发现，那些缺乏营养价值的草，在最后一个冰河时期内于北极草原上肆意生长，极可能加速了长毛象种群数量的减少。鉴于我们正处于另一个气候变化的阶段，而这一次却是由于人类活动所造成，了解我们地球生物多样性正快速改变，将会是后续保护它的关键。值得庆幸的是，环境 DNA 和 DNA 复合条形码赋予了我们实时记录变幻莫测的生物多样性的能力。确保您订阅了这个频道，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学习新鲜玩意儿的机会。